休想！姑母，我为什么不能娶墨儿？您说过，为了巩固韩氏与西凉族的关系，我只能娶西凉家女子。您曾想让我娶双表妹为贵妾，可是今晚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便是父亲也不会允许薇儿娶那样一个失德女子的。你，如果不是姐姐在宫中以礼支撑，我在这晋国公府中步步筹谋，你以为韩氏能有今日之风光？如今你竟用你父亲来压我！姑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生母去得早，早就视您为母亲，只是我实在不明白。薇儿，以后不要再提此事了。谁都可以娶西凉墨，唯独我韩家不能与他相容。你的婚事，姑母和你父亲自有安排，明白了吗？是，薇儿明白了。难道我与墨儿表妹是真的没有缘分了？原来你是他的女儿。是谁？我的身体动不了了。真是警惕呀！不错，比本座想的更有趣一点。小丫头，接下来的日子还长得很呢，你可不要让本座无聊了。不要碰我！小姐，怎么了？你做噩梦了吗？梦？难道真的是梦？可为什么我的感觉这么真实？小姐，没事，伺候我起来吧。今日我们还得给爵爷请安，可不能迟了。也许真的只是梦而已吧。表少爷向二夫人提了小姐的亲事，却被二夫人狠狠地骂了回去。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。韩魏生性善良，但毫无主见。我即使嫁过去，也不过是做妾。有韩夫人在，她只会被挑唆着，不敢对我好，一开始就不是良配。小姐，为什么您最近都要过去给爵爷请安啊？虽然爵爷取消了您与虞侯的婚事，但又不是为了帮您，是因为三小姐自己罢了人而已。往后不要再说这种话，我们只要在爵爷面前感恩戴德就足够了。是。墨儿姐又来给爵爷请安的。是，墨儿见天热，便亲自做了冰镇茉莉薄荷露给爵爷下火。爵爷可是在忙要事，不方便。也不是什么要事，就是德小王爷派来的人正在和爵爷商量事情。什么？亲王妃让你来拿墨姐儿的庚帖？小王爷那日在宴席上见过大小姐，便赞小姐性子娴雅，可当个侧妃。亲王妃希望能拿小姐庚帖去合一合，说不定国公府要双喜临门呐。这是皇后娘娘赏荷宴的帖子，德小王爷特别吩咐送来给大小姐的。赏荷宴的事我知道了，我会转交给墨儿的。至于婚事，你去回复小王爷，此事我还要再考虑一下。荒谬！司流风竟然想同居我和西凉丹。没错，我当时确实是有意勾引司流风，但他竟然如此直接。难道他是故意这么做来教训我看不起他？如今我的处境这么难，这种所谓的好消息只会让我死得更快而已，必须阻止此事。
给爵爷和祖母请安，请恕木儿无礼。木儿方才在门外无意听到了德王府长随的请求，但木儿想请爵爷和老太太做主，木儿不想也不能嫁德王府。哦，自古以来，儿女婚事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爵爷说的是，女儿家本不应该说这些事，但是其一，女儿知道四妹妹已与德小王爷议亲，身为长姐，我不能与妹妹争宠。其二，我们姐妹如果占了王府正妃与侧妃之位，恐怕会让人非议我们靖国公府攀爬德王府，于父亲而言大不妥。难为你在闺阁里还能想得这么长远细致。此事交给父亲吧，父亲自有分寸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我身子不好，只在房里念经养病，几年不出来，没想到墨姐儿长这么大，出落得如此懂事了。别的尚且不提，老婆子只问你，德王府可比你在府邸要好得多，真去了那里，丹儿也得让你几分，你当真不愿去？这老太太也是听了二夫人的挑拨，认定我是个心机深沉、勾三搭四的。我在靖国公面前说那些为国公府着想的理由，她恐怕一个字也不信。这些年原主日子艰难，她却只牵挂西凉丹，这心都不知道偏哪去了。我就是勾引四流风又怎样？即便是只为了自己，墨儿也不愿意。老娘可不是你们认识的那个软柿子，依老娘，你们也配？若让墨儿嫁给小王爷，墨儿宁可一死以明志。